他打算购买些垃圾袋，递过银行卡给店员之后，店员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好像在寻找垃圾袋的位置。幸运的是，没有让适合等待太久。适合拿着垃圾袋出了店，刚坐上车就瞧见店员带着啤酒走了出来。起初他并没放在心上，但突然注意到手上沾着血迹，垃圾袋上也沾满了血，他忽然有了不祥的预感。地球被一个人造磁场包围，这磁场保护地球免受宇宙威胁。建立这个防护系统之后，他帮助人类挡下了几次灾难性的事件，但不知何时开始，有谣言说地球即将面临一场巨大危机，所有生物将面临灭绝的威胁。起初无人相信这一说法，大家都对这个防护系统充满信心，直到天空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城市遭遇了大面积停电，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我们正处在网络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网络，包括那个防护系统。对人类而言，网络的终结是最大的灾难，一旦网络消失，整个世界会陷入混乱。专家们急忙着手修复，但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防护系统竟自行恢复了，在紧要关头重新工作了起来。有了网络，电力也恢复了，世界再次回到了正轨。时间飞逝，24年后，适合将车停在路旁，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店内异常的空无一人，桌上放着泡面和啤酒。适合喊了半天，问店里是否有人。店员终于从后面的仓库里走出来，他想要买一些垃圾袋，付款时把卡递给了店员。店员又愣在原地好一阵，好像在寻找垃圾袋的具体位置。幸亏适合没有等待太久，适合带着垃圾袋离开了便利店。刚坐进车里，就见到那店员带着啤酒走了出来。起初他并没有太在意，然而突然间，他发现手上沾满了血，垃圾袋上也是血迹斑斑。他心里涌起了不祥的感觉。他本不想多事，但内心的良知使他难以置身事外。于是他决定返回店内，原本摆放的泡面和啤酒，现在只剩下泡面了。看来那啤酒就是店员刚才手里的那罐。那个人是从后仓库走出来的。他走到仓库门前，推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他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之前的那个店员是个冒牌货，真正的店员已遭不幸，凶器是一把剪刀。适合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警察，监控摄像头也捕捉到了那个假店员。他进门后拿了啤酒和泡面，结账时他是用现金支付的。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对话，不过监控没有录下声音。适合懂一些唇语，店员说的是：很抱歉，这里不能喝酒。适合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是时候离开这里了。正当他走到门口，警察开始检查指纹，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想要弄清楚凶手究竟是谁。从指纹推测，凶手的手上有厚厚的老茧，可能是经常做重活的人，这样的劳工数量众多，调查起来相当棘手。适合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所以他转身准备离开，没想到还没上车就被叫了回去。死者曾警告凶手不要喝酒，凶手无动于衷。死者又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一起走向了仓库，凶手紧随其后。适合又一次帮忙翻译唇语，死者说的是：真没教养，你是没父母教的吗？看来正是这句话触发了悲剧的发生。尽管指纹难以查找，但监控清晰地记录了凶手的面容，应该不难找到凶手。其实凶手一直躲在牙科诊所里，店员的几句话触动了他极度敏感的神经，正中了他内心最柔弱的部分，这才让他铤而走险。不久，适合在新闻上得知，警方已经追踪到了凶手的藏匿之所，调派了大批警力，但凶手最终还是逃脱了。适合望了望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感觉自己似乎也历经了不少波折。第二天，他去上班，警报器突然大作，同事从口袋里掏出了禁止带入的剃须刀，这是违禁物品，他连忙扔进了垃圾桶，警报才停了下来。这里是管理局，负责维护防御网络的重要机构，说的宏大一些，他们承担着保护人类的重任。适合做事总是得心应手，一到办公室就开始帮忙倒垃圾。领导正好走了进来，他顺手帮领导开了门，然后把垃圾桶放回了原处。大家迅速投入到了工作中，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女性失踪的信息。适合偶然发现了一份警方的设备损坏报告，点开一看，真是巧合，报告的作者他认识，正是处理便利店案件的警官拂晓。报告中提到的损坏的是一把电击枪，报告下方有详尽的记录。多亏了监控录像，他们很快确认了凶手的身份以及他的藏身之处。经过一番搜查，很快就锁定了那家牙科诊所。他们立即展开了抓捕行动。似乎金马路早有预感，幸运的是他并没有逃得太远，拂晓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本以为无法逃脱被捕的命运，谁料突然天降一根绳索，他立马顺着绳子爬了上去。拂晓也真是勇敢，二话没说就紧随其后。金马路第一个爬到了顶端，接着开始猛摇绳索，结果把拂晓晃了下来。幸好拂晓的同事及时抓住了他，他们立刻赶往楼顶，但还是慢了一步。金马路借助梯子逃到了旁边的楼，这么一小段时间他不可能跑得太远。警方迅速在附近展开搜索，金马路藏在了一辆车下，目送着警察慢慢走远，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没想到拂晓突然回头一击，金马路认为自己这次肯定难逃法网。关键时刻，拂晓被人撞到摔倒，金马路抓住机会赶紧逃走，拂晓却被一个神秘人阻挡。正是在这个时候，电击枪出了故障，在交手中，拂晓瞥见了那女子的面容，但对方忽如其来的消失了，只留下一顶帽子。因为当时只有拂晓一人在场，所以没人相信这件事。尽管有帽子作为物证，帽子只能证明金马路不是单独行动，
却无法证明那女子的神秘失踪。既然没人信，拂晓只好自行调查。他勾勒出神秘女子的肖像，并在帽子上找到了一根头发。他同样相信那位神秘女子的存在。那男人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偷取了路人钱包里的现金。奇异的是，时间好像倒流了。那男人继续偷钱，偷完就逃。等他逃到安全的地方后，才发现手里的钱不见了。他返回原地寻找，突然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那男人吓得连退几步，然后迅速站起身来逃走。那男人也恰好目睹了神秘女人正是拂晓看到的那个神秘女人。追至楼顶后就没再追。天网出现了异常，女人取出一件不明物品，从楼顶一跃而下，在半空中消失无踪。管理局副局长收到了警方的汇报，关于一起超市嫌疑人的案子。报案的是自己的手下适合，适合恰好也在案发现场。本以为是普通的抢劫杀人案，但是撰写报告的刑警在追捕过程中遭遇了不可思议的场面。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突然消失在他面前。副局长看到了那女子的画像，他极为震惊。那女子是嫌疑人的同伙，帮助嫌疑人逃跑之后，就在一个刑警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副局长得知情况后，命令适合立即抹掉所有记录，他也删除了自己电脑里的相关记录。紧接着采取了行动，警方正在对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副局长带队突然闯了进来，直接表示要接管这个案子，让在场的警察们都摸不着头脑。副局长询问了拂晓的去向，得知拂晓去了国科搜进行 DNA 分析。听到这个消息，适合和他的同事宋玉珍立刻追了出去。副局长叮嘱适合，绝不能让拂晓和国科搜得知内部情况，必须严格遵守规矩。管理局的规定是，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与此同时，拂晓已经得到了 DNA 检测的结果，报告显示，这个神秘女人不应该还活着，因此这份 DNA 应该属于一个死者。连医生都表示不确定，因为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拂晓注视着自己手臂上的伤口，回忆起那个神秘女人消失时的情形。他手里拿着某样东西，那东西接触了他的手臂，这才导致了他手臂上的伤。心存疑惑的拂晓离开了国科搜，恰好与赶到的适合擦肩而过。适合见状，立刻跟了上去。拂晓意识到有人跟踪自己，于是驾车加速，两车在街上飙车，结果还是拂晓输了，被适合逼停在路旁。宋玉珍因为要拿资料，差点和拂晓发生争执。适合情况紧急，只得让宋玉珍先走。他向拂晓要求资料，拂晓觉得适合态度还不错，就把资料给了他。适合在走之前问了他一个问题，宋玉珍急忙向拂晓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一定要说没见过。拂晓顺着他的暗示回答了，说完了需要说的。接着适合和宋玉珍去找那个医生，把医生电脑上的文件都给删了。医生一头雾水，他上网去查管理局，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部门。适合因为是超市凶案的证人，所以管理局找他来问话。问话期间，适合特别留心从拂晓那里拿到的材料，原来管理局追查那个神秘女人已经30年了，他们还给她起了个名字幽灵。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抓住嫌疑人，这样才能找到关于幽灵的线索。宋玉珍建议开始侦查，没想到局长却让他们回家。依照3步的原则，宋玉珍只好罢手。3个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副局长在办公室里整理资料，适合趁机偷看，没想到他的女同事宗怡也在用小镜子偷看副局长。副局长出来送资料，适合抢在副局长前面，帮副局长按了电梯，目的是为了看副局长是上楼还是下楼，还有他手里资料的日期。副局长到了13楼，适合迅速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晚上，适合回到家，开始操作电脑，敲了几下键盘，一下子就进入了管理局的内部网络。副局长6点03分到了13楼，出了电梯后往右转，就在他想深入查找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警告，适合赶紧删掉记录，退出了内网。然后他拿出一堆废纸，戴上太阳镜，打开一个蓝光手电筒，开始仔细研究那些废纸。原来那是他从副局长那里收集的垃圾，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适合回到了自己房间，床上竟然有人躺着，靠着一堆仪器维持生命。适合走过去给那个人翻了个身，接着他来到了嫌疑人曾经待过的废旧牙科诊所，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些线索。感觉到有人在身后，他缓缓走到衣柜边上，打开衣柜一看，里面空空如也。突然旁边的衣柜门开了，有人突然向适合拳打脚踢。在昏暗中，适合误以为是幽灵。对于幽灵来说，消失是易如反掌，就像他以前经历的那样。看来适合之前见过幽灵。那个女人听了只是笑了笑，捡起地上的手机扔给了适合。这时适合才看清楚来人是谁，原来是刑警拂晓，他也在这里调查案件。他们一起去了经马路逃跑的那个卫生间寻找证据，发现窗户完好无损地躺在地上。如果是罪犯逃跑时硬拔下来的，窗户应该有损坏的痕迹，但现在看起来跟新的一样，说明有同伙提前拆除了窗户。案件现在被管理局接手了，可能已经有了新的进展。想要抓住罪犯，就必须要分享资源。适合也愿意分享，但他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被排除在案件之外，历来都是这个情况。他们只能查到线索，然后就有别的小组接手调查。适合提到的一直意味着管理局调查幽灵已经很久了，也就是说拂晓没有看错。他们决定去查看通话记录，适合坚决反对，拂晓也没有再和他争论。两人一个接一个到楼下的面馆去吃饭，顺便打探一些消息。
面馆的老板娘见过嫌疑人，嫌疑人偶尔会来这里吃饭。有一次，老板娘不经意间提到2楼的牙科已经停业，嫌疑人恰好听见了，于是他就搬到楼上住下了。住了好几个月，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并没有拂晓提到的那个女人。信息掌握后，拂晓留下自己的名片，万一再次见到嫌疑人，可以立刻联系他，叮嘱众人务必保持警惕。目送拂晓离开后，世和立刻跟了出去，试图用名片骗出拂晓与宋玉珍的关系。与此同时，幽灵走进了一家甜品店，独自点了很多蛋糕，尽情的品尝美食。这时，他注意到手机上的短信通知，有个议员在2022年6月18日晚11点将收取汇款。时间快速回到了2022年6月18日晚11点，议员的秘书来领钱，但一眨眼，钱就消失不见了。偷走钱的正是幽灵，幽灵能够穿越时空，对他来说，金钱毫无价值，就像废纸一样。适合研究了拂晓的背景资料，意外发现他专攻的是生物证据领域。第二天，适合如常去上班，副局办公室突然多出3个人。适合懂得读唇语，他知道副局在讨论什么。3人离开后，副局向团队说明，超市杀人案将由特搜局接管，这让宋玉珍感到非常不满。嫌犯是他们发现的，现在反被排除在案件之外。他们的任务仅是寻人，找到人就意味着任务完成。他们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点击鼠标，而不是像警察一样去抓捕犯人。既然副局愿意让他们知情，就应当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团队成员，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不是搜索引擎，而是副局的部下。一席话说完，副局无言以对。幽灵目前仍在某个地方，与其与他争执不休，不如去追查幽灵的行踪，了解嫌犯的背景信息，还有幽灵帮助嫌犯的原因。适合建议宋玉珍和宗仪去查嫌犯的底细，自己则留守办公室。适合还特意准备了一面小镜子，用来监视副局的每个动作。一看到副局喝水，他就冲进去抓住副局的手，随即为自己的冲动行为道歉。这一幕把外面的2个人吓了一跳。大家都知道适合会拍马屁，但这次的举动也太过了吧。谁知这一切都是适合的策略。副局先一步离开，大约1点钟返回。宋玉珍和宗仪随后也离开了。电梯里的副局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有人2次进出他的办公室。副局看到短信，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推门就看到适合在办公桌前鬼鬼祟祟。幸好适合反应迅速，说是帮副局倒垃圾和清洗杯子。副局回头检查了监控，一切似乎和适合说的一样，他只是个勤快的员工。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第二天早上，适合找到拂晓，递给他一个袋子，里头是他秘密换来的水杯，希望拂晓能帮他提取副局的指纹。他想进入13楼，但权限不够，连自己公司的13楼都没法进。他向拂晓保证，如果能顺利取得资料，会把所有知情告诉他，但拂晓并不同意。这原本是他的案子，管理局却不经同意就直接接手，现在又来找他帮忙，更何况私自采集指纹是违法的。适合怎么说，拂晓都没有同意。适合无奈，只能拿回那个袋子。没想到这时拂晓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对那个神秘突然消失的女人也很感兴趣，所以最终决定帮忙适合。他们一起前往实验室，拂晓开始采集指纹。适合发现嫌犯的通信记录里有个神秘女子发送了洗手间和卡车的信息给嫌犯，显然幽灵早就准备好了逃跑的路线。拂晓也感到困惑，他在窗框上找到了幽灵的指纹，经过对比，资料库中却查不到这个人，连他的出入境记录都没有。他们边谈话，指纹分析进行到最关键的步骤，那就是测量厚度。这个环节相当难以精确把握。偶然间知道适合对测量厚度也有研究，不过他没有成功，才来找拂晓帮忙。拂晓立刻火冒三丈，想要立刻离开。适合把副局的电话号码交给拂晓，如果他不信守承诺，拂晓可以直接联系副局揭发适合。有了这份保障，拂晓才慢慢平息怒气。指纹复制完成了，适合带着指纹去到局里，把手放在电梯的识别器上，各个楼层的按钮立刻亮了起来。他毫不犹豫按下了13楼的按钮，依靠记忆，他站在一堵墙前，用复制的手掌在墙上按下，那堵墙立刻打开了。墙后是公司的安全区，他快速找到存档资料的地方，确认了自己所需的资料，把数据恢复后传到了手机上。这个男人迅速地离开了楼，在电梯里深呼吸一口气。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因为公司里到处都有监控，他得把监控视频处理掉。他开车离开公司，找了个合适的地方，打开笔记本，连接上家里的2台电脑，开始紧张的操作，把监控视频里的自己全部替换成副局的样子。与此同时，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刚刷牙回来，注意到监控屏幕上出现了异常，开始一个个检查监控画面。那个男人还在快速篡改视频，工作人员快要查到那段视频了。男人在最后关头终于修改完成，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工作人员检查了视频，确认了今天进入13楼的人还是那几个常见的面孔，所以他并没有多想。适合回想起副局长的话，说他会在13点左右回到办公室，现在时间已经是13点20分，他赶紧整理好东西往管理局赶。副局长已经在办公室里了，但他并没有对适合起疑。熬到下班时间，适合回到了家，开始查看今天偷来的资料。视频里，一个成年人带着个小男孩，背后突然冒出一道黑影，成年人被黑影打中倒地，黑影继续攻击，将那人烧成焦炭。适合看到这里，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适合打开别的视频，记录的都是幽灵同一天出现的情况。他穿梭在世界各国，然后适合又打开了另一个文件，是监控室同事和副局长的口供。清洁工出事那天，他们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但他们没见到幽灵，只是看到一个被吓坏的小男孩。副局长随后把小男孩送回了家，适合听着口供喃喃自语。事情不止如此简单，适合感觉事有蹊跷。他冷静下来后，记得自己对拂晓的承诺。两人见面时，适合展示了视频给拂晓看，拂晓记录下幽灵出现的所有时间，惊讶地发现，在1997年5月18日那天的10分钟内，幽灵竟然横跨了好几个大洲。看到清洁工被杀害的视频，拂晓又想起自己被枪击的那一幕，适合打断了他的思绪。视频里的幽灵是不是他之前见过的那个女人？他不确定。拂晓有些迷茫，两者看起来实在太相似了。至于那个女人手里的武器，他们俩都摸不着头脑。幸好拂晓没被击中。话没说完，拂晓卷起衣袖，展示了自己受伤的手臂。适合震惊不已，为什么拂晓只是受了伤，没有丧命？这一切拂晓也不明白，他甚至没意识到幽灵伤了他。在视频里，幽灵出现的地点都是实验室和工程学院，看上去像是在操作某种设备。适合查过相关资料，这是幽灵设置的一种防御系统，用来保护地球，防止太阳黑子的破坏。拂晓满腹狐疑，一个曾经拯救地球的人，为何又出现并且杀人呢？为何要帮助罪犯逃跑？适合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长时间留在外面。他们分开时，拂晓很好奇幽灵杀的是谁，适合表现得很镇定，只是说是电波研究中心的一名清洁工。尽管适合努力隐藏自己的悲伤，但拂晓还是感觉死者与适合有某种联系。在另一边，那个金马路曾经藏身的牙科诊所，现在被特警团队包围了。他们紧盯着嫌疑人的一举一动，注意着嫌疑人是否会再次现身。屋顶上的狙击手刚报告完自己区域的安全情况，就被人打倒在地。那个人正是幽灵。他拿起狙击枪的望远镜，向街角的方向张望。没多久，嫌疑人真的出现了。他走到了面馆的后院，准备前往那家牙科诊所。没想到动静搞得太大了，面馆老板娘意外发现了他。她急忙找出拂晓留下的名片，慌乱中拨通了电话。嫌疑人又回到了诊所，目的是取走自己的行李。他刚回到诊所，巧遇老板娘。嫌疑人看到地上的名片，意识到已经有人报了警，心里突然生出杀意。埋伏在外的特警目睹了这一幕，却没有立刻介入，而是选择继续观望。他们希望利用嫌疑人引出幽灵，可幽灵并未现身，特警只好冲进面馆。嫌疑人逃脱本领非凡，竟然在严密包围中再次逃出升天。他冲向地铁站，挤上了一班地铁，幸好特警紧随其后，在列车上找到嫌疑人。特警在车厢内等待，因为他们要抓的是幽灵。金马路也感到了不妙，列车一停，他立刻冲了出去。特警跟在后面，就在要抓到金马路的时候，时间仿佛回到了他上车的那一刻。他踉踉跄跄来到一扇门前，突然意识到幽灵就在他后面。幽灵二话没说，抢走了金马路的行李，里面找到了一个追踪器，随手将行李扔掉，然后在金马路身上又找到一个追踪器。幽灵脱下了金马路的外衣，不回头地离开了车厢。金马路意识到有人在帮他，他跟随那位女士下了车，两人一起走在隧道里。警方也找到了金马路丢弃的衣物，但人已经不见了。金马路跟随幽灵来到一个地下室，幽灵一句话都没说，直接拉下了铁门，然后走到门外。金马路意识到自己被锁在了里面，他开始愤怒地咆哮起来，幽灵却装作没看见，只顾自己吃喝享乐。在这个密封的地下隧道里，金马路的呼救无人能听见，无助到连大地都无法回应。有人用工具锯断了铁门，他迅速逃出了地下室。女人回到地下室，目睹了被破坏的铁门，她运用力量，铁门又神奇地合上了。逃脱的男人居然又回头了，这个男人就是嫌疑人金马路。自从他杀害了超市老板，就一直有警方追捕他，但他始终没被逮住，因为幽灵一直在背后相助。特警部队布下了严密的陷阱，企图用嫌疑人作为诱饵，却没能如愿以偿，反而损失了一名队员。拂晓接到了来自面馆老板娘的电话，他急忙向面馆赶去，可是到达时已经来不及了。现场的特警不允许他靠近，他假扮成老板娘的女儿，没想到被特警领导识破，随后他被关押起来。这时，一位意外的访客出现了，来的是管理局的副局长。特警领导和副局长都隶属于管理局，副局长负责追踪目标，而他负责逮捕行动。副局长将拂晓带回了管理局，适合和宋玉珍开始审讯他。拂晓如实作答，他是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嫌犯似乎又现身了，因此他在15分钟内赶到了现场，但现场已经被特警掌控，老板娘也已被救护车接走。特警能这么快到场，说明他们就在附近。他们在民众受袭之前究竟做了些什么？面对拂晓的追问，两人哑口无言。拂晓猜测他们是利用嫌疑人做诱饵，目的是为了抓捕幽灵。就在这时，宗义出现了，他接替宋玉珍的职务。宋玉珍别无选择，只好退出。他原来是拂晓的前夫，副局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被告知不要再参与拂晓的相关事务，适合对拂晓提出警告，告诉他若再干预案件，他将失去所有职务。拂晓最终安全地离开了管理局，适合通过短信把这情况告诉了宋玉珍。宋玉珍接到消息后，急忙追了出去，但拂晓并没有停下来理他。适合用唇语解读了副局长的通话内容，得知有2人受伤了。他暗想媒体还能保密多久？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宗一为了帮助适合，故意站起来活动身体，这给了适合继续读唇的机会。副局长挂断了电话，两人迅速回到座位上。宗一帮助适合的原因，其实就是想见见幽灵。两人在讨论的时候，副局长突然走了出来，宋玉珍也恰好回到场合。金马路昨晚7点28分坐火车离开，随后他扔掉了身上的追踪器消失了。现在他们要全国范围内追踪金马路。适合告诉拂晓，面馆老板娘只是轻伤。他问拂晓几点看到的救护车，拂晓回答后，他去面馆取回自己的车，意外发现有2个人从面馆被抬走，其中一个是面馆老板娘，另一个是从后门被搬走的，没人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救护车分2个方向开走了。适合观察着周围的同事，接着黑入了面馆附近的监控，凭借拂晓给的时间，很快找到了那辆救护车的车牌号。拂晓还通过面馆周边的商贩找到了特警所在的医院。就在这时，拂晓收到了人事调动的消息，他被调往南方的一个警局。机智的拂晓提出请假，上级批准了他的假期。他趁机去医院询问那名特警的伤势，但有指示给医生，医生不能透露病人的具体情况。在这紧急关头，适合出现，带拂晓离开了。他假扮管理局的人员，设法从医生那里套出了一些信息。那位受伤的特警似乎遭受了大量热能的伤害，连内脏也受损了。得知这个消息后，适合赶紧带拂晓离开医院。特警的伤势只是脖子有轻微的烧伤，能造成这种伤害的只可能是幽灵。适合不理解，幽灵明明可以只造成轻伤，为何24年前要活活烧死他的父亲？在分别时，适合把金马路失踪的情况告诉了拂晓。副局长与局长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局长总是不透露行动计划，现场的特警和他们以及网格调整室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这导致工作效率大打折扣。但管理局一直是这样运作的，幽灵是在现任局长任内开始出没的。难道局长不想抓住幽灵吗？他们等这个机会已经几10年了，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如果能见到幽灵，副局长只想问一个问题，他当初为什么要杀害那个清洁工？局长听后说会考虑。副局长回想起年幼的小男孩，决定去找寻那个小男孩。他联系了当地的警署，却得知小男孩已经死亡的消息。那名清洁工叫李章鹤，他在小男孩并非清洁工的亲生儿子1岁时收养了他，给他取名叫李时元。李章鹤于1997年5月18日去世。李时元的死亡时间无人知晓，他到了服兵役的年纪就音信全无。对于没有固定住所登记的人，一旦联系不上就被宣布死亡，这意味着警方无法确认李时元是否确实已死。但李时元的养母还在人间，想要探究李时元的事，找他养母可能有线索。回警局的适合注意到宋玉珍在搜集拂晓的信息，他登录了警局内部网络，看到了拂晓被调职的文件，这让他头疼不已。他给拂晓打了个电话，约好晚上见面，接着联系了照料自己的大婶，希望大婶今晚能晚些下班，但大婶因事未答应。不过他推荐了个家政服务。拂晓记得适合提及清洁工时的表情，还有他决心要去13楼的坚持，似乎不惜性命也要去。他怀疑死去的清洁工与适合有关联，因此又返回警局查起了清洁工的档案。清洁工名叫李章鹤，并非姓金，或许他猜错了。这时适合发来了信息，他即将到警局，拂晓在警局门口等，没料到遇见了宋玉珍，两人在门口谈了起来。被赶来的适合看见了，适合没打扰他们，发了条信息给拂晓，说今天有事，改日再约。适合回了家，家政服务人员正准备离开，适合没注意到那家政人员其实是幽灵。他正要进卧室，忽然想起了些什么，迷惘追凶第4集就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继续关注我，更多精彩等着你。下期节目见。一位红衣女子突然出现，挡住了2个男人的去路。她摘下眼镜，披散头发，男人们认出她是通缉犯，要知道赏金高达7亿。男人们立刻向她冲去，谁也没料到3人突然就消失了，周遭时间仿佛静止。几秒钟后，女人再度出现，一切又都回归了常态。那2个男人不见了踪影，这女人正是管理局追寻的幽灵。管理局追了幽灵整整30年，却始终一无所得。女警拂晓在逮捕犯人时，偶然间见识了幽灵，自那以后，她开始追踪幽灵，这也让她认识了管理局的适合。她研究过幽灵的 DNA 分析报告，幽灵的 DNA 极为混乱，正常人不可能是那样的。她认为一定有些异常的原因，幽灵异常之处就是瞬移。如果真如此，瞬移对幽灵可能并非易事，这可能会给他带来痛苦或者疲劳。适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果幽灵真的会痛，他应当尽量避免移动，而不是不必要时也用能力。问题又回到了起点。第2天，事务局就幽灵事件开了会，宋玉珍建议全国范围内通缉幽灵，悬赏金一出，必有人愿意冒险，务必要让全国人民都参与搜寻。适合并不赞同这个方法，在金钱诱惑之下，很多人可能会误入歧途，有人可能为了赏金上报假消息，有人可能为了金钱散播谣言，最终社会将变得混乱不安。假如市民发现幽灵想要举报，幽灵可能会突然出现并伤害市民。适合的计划是宣布网络出现故障，这网是幽灵建的，幽灵一听网坏了，他就会来修。他会去哪修？当然是管理局这里，只需要事先布好陷阱，就能一举捉拿幽灵。对于这个方案，副局长立即联系了局长，适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网络已经坏了不止一次了，幽灵肯定注意到了，跨越时空对他来说可能充满风险，
但他仍旧选择回到了1997年。这表明，并不是只有21世纪的人依赖网络，幽灵所在的未来同样需要网络。要捉到幽灵，不该是他们主动寻找，而应该让幽灵主动找上门。情况紧急，局长将提案上报给了部长，部长亲自来到管理局讨论对策。有人在会上反对适合的提议，一旦宣布网络出问题，必将引发全民更大的恐慌。宋玉珍抓住机会推出自己的方案，提议对幽灵悬赏，悬赏金额空前巨大，公布幽灵的面貌，让大家都能认出幽灵。这样一来，任何人遇到幽灵都能报告，但这会对许多女性造成伤害，可能导致无辜女性遭到骚扰和偷窥。反对适合提案的员工发言，建议将幽灵和另一逃犯并称为连环杀手一起通缉。适合立刻表达反对，若是惊动了幽灵，他可能就会彻底隐匿，或许数十年后才会再现。要是采用适合的计划，必须有人承担可能的后果，若出现意外，正副局长可能得负责辞职。这时宗仪突发奇想，提出研发时光机。国家实际上早已开始研究，但直至目前尚未有实质性突破，这是国家级的机密。部长命令手下退场，适合在他们离开前再次警告，公开通缉只会让幽灵更加警觉。如果之后又声称网络出现故障，幽灵就不会轻易相信。宋玉珍急忙反对，副局长赶紧斥责两人，二人这才退出办公室。副局长拿出了特警受伤的照片和1997年遇害清洁工的照片对比，显然是同一种武器造成的伤痕。调查结果显示，伤口是由超强电流刺激形成的，超导体需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导电，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这是做不到的，因此不能再对幽灵采取放任态度。部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2种方案提交给总统。尽管事务局的人内心焦虑，也只能等待国家的最终裁决。适合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了一些事务，他前往黑市购置了武器和弹药。国家很快做出了指示，2种方案同时实施。第2天，管理局紧张有序地开始行动，大厅和办公区，甚至每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除核心部门外，其他人员都在家办公，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行动队长任志宇出了新招，他按局长的秘密指令行事，只是手下将麻醉枪换成了实弹枪械。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幽灵，更想得到幽灵的神秘武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它，即使牺牲幽灵也在所不惜。为了获取那件神秘武器，同时通缉令也被发布了，高达亿的巨额悬赏引发了公众疯狂。有些不负责任的网红在街上骚扰女性，一看到有人穿得像金马路，就会上去搭讪，假消息满天飞。但适合仍从中找到了有用的线索。这时候，拂晓试探宋玉珍，从他那里得知网格其实没有出现问题，通缉令也是为了吸引幽灵。拂晓于是回警局领取了武器，前往金马路消失的那个车站。与此同时，幽灵也在车站遭遇2名男子的骚扰。负责打扫的大婶见状，急忙拿着扫把上前假装打扫，救了幽灵，但他自己却遭到了不幸，被那些男人抓住了头发。幸好拂晓及时赶到了现场，几个回合下来，把那2个男的打得落花流水，随即显露自己的警察身份，吓得那2个男的拔腿就跑。幽灵趁机快速离开，拂晓差点就能遇上幽灵。拂晓还打听周围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藏人，得知并没有这样的地方。他拿出幽灵和金马路的照片，问大家认不认识，大家都说没见过。你大的反应真是够慢的，反应慢得像个长反射弧。拂晓离开后，他突然想起以前清扫时厕所里曾经听到过怪声音，他想告诉拂晓，但拂晓已经不见了。幽灵消失后，突然出现在2个男人面前，他的价值高达亿。那2个男的看见幽灵，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没想到3个人突然就消失了，周围的时间仿佛都静止了。几秒钟后，只有幽灵回来，但只有他一个，看来那2个男的运气不太好。同时，拂晓发现地铁站有过建设计划，但计划最终被取消，那片扩建区也就被遗弃了。拂晓决定从这里开始找，大婶找不到拂晓，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废弃的扩建区，在那里发现了关着的金马路。金马路也看见了大婶，他快要疯了，大吼着让大婶放他出去。大婶被吓得尖叫着跑出来，恰好遇到了正在搜查的拂晓，知道了地下室的位置。拂晓让大婶去叫站务员，然后他自己去了那个地下室，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决定打开铁门，准备进去查个究竟，没想到金马路藏在屋顶。他纵身一跃，和拂晓扭打起来。在混乱中，他试图掐住拂晓的脖子，拂晓想要挣脱，但力不从心，他反过来也抓住了金马路的喉咙，两人僵持不下。紧要关头，拂晓伸出手挣脱金马路的控制，用过肩摔将金马路摔倒，随后迅速将其制服。他追问幽灵的下落，金马路说他不知道，也没见过幽灵，只有一个女人将他关在这里，每天只给他送来食物。他曾试图询问原因，但那女人从未回答。站务员急忙赶到，拂晓让他们联系警局的高队长。大婶突然回忆起幽灵，再次审视照片，他肯定了先前遭遇的女子正是幽灵。拂晓感到十分懊悔。这时候高队长带队到达，将金马路带回警局，同时清理幽灵留下的痕迹。拂晓选择留在地下室继续他的调查。与此同时，适合在甜品店发现了幽灵的线索。调查显示，幽灵说的是韩语，这意味着他并非外籍人士。如果幽灵没有神秘武器，他只是个普通人，需要吃饭睡觉，这表明幽灵也可能容易受伤。
他们必须活捉幽灵。士兵们已经埋伏很久，但幽灵仍未现身。副局长担心继续等待会导致内部出现叛徒，他见过太多叛徒。有人认为网格是邪教建立的，甚至有人想炸毁控制室，有高层将幽灵信息卖给媒体，这样的叛徒比比皆是。这时副局长接到消息，金马路已被逮捕，他感到非常懊恼。原本一切准备就绪，却在此时丧失了金马路，更是被宋玉珍的妻子捕获。在训斥宋玉珍时，副局忽然有了主意，每次幽灵出现都是为了帮金马路，既然金马路被抓了，幽灵肯定会来救他，打算利用金马路引幽灵上钩，严厉告诫宋玉珍别管前妻的事。之后他自己驾车直奔警局，适合真实机智。趁副局责备宋玉珍的时候，他已经悄悄溜到地库去开车了。副局离开后，他也开车跟了出去，带着宋玉珍紧随副局的车。与此同时，拂晓接到队长的消息，管理局要接走金马路，让队长暂时别交人，自己马上就到。这时副局已经到警局了，向高队施加压力，要他交出人来，官大就是能压人。高队不得不服从。这时拂晓突然闯入，枪口直指副局。他们都清楚拂晓不会真开枪，但拂晓完全可以直接杀了金马路。他要看看管理局的本事，能不能抓住会即刻消失的人。没办法，副局只好带着拂晓去管理局。他明白拂晓此行的目的，因为拂晓见过幽灵，所以无法忘记。他也是一样，想到如果能掌握幽灵的能力，世界会有多大变化，对人类生活的改善和人类历史的推进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抓到幽灵。管理局里，宗一正监视着监控，副局的电话打了过来，说要带2个外人进去，希望不要引发警报。宗一正在和副局长通话，因此没注意到幽灵已经潜入管理局，直到耳机里传来尖锐的声响，大家才意识到幽灵已经闯进了管理局，在管理局里时隐时现。最后幽灵出现在了网格控制室，他静静地站在那儿，仔细观察着网格。特警们隐蔽在暗处，整装等待命令。一声命令传来，他们便齐齐向幽灵射击，幽灵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特警们一脸错愕。1楼的特警听到幽灵离开网格室的消息，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同时副局带人走进了大厅，宗一向副局长报告最新情况。特警开的是真枪实弹。宗一还没说完，幽灵突然出现在了大厅，大厅里的特警迅速反应，子弹从各个方向向幽灵飞去。1颗子弹击中了幽灵的手臂，神秘的武器随即掉落。副局在保护拂晓的过程中也中弹了，适合捡起了那个神秘武器。他还没来得及研究，就被局长夺走了。这时副局已经倒下，不幸身亡。金马路看到这情况，打算逃跑，却被拂晓及时拦下。目睹副局死亡的场面，宗一愤怒地质问任志宇为什么要使用实弹。任志宇开始解释，幽灵已经察觉网格没毛病，肯定会设法逃走，他能阻止幽灵逃走已经算是个奇迹。他话还没说完，局长就打断了他。副局已经躺在地上，这时争吵显得不合时宜。局长指示手下紧急呼叫救护车，并通知家属，命令行动队带走幽灵。这时候适合挡在特警的路上，要求他们交出武器。他们其中有人打死了副局，他不会就此放任不管，他要找出是谁开枪打死副局的。如果现在让特警离开，他们肯定会换掉枪，那时要怎么找到真凶呢？局长对此漠不关心，适合继续愤怒地吼叫：难道平民被杀，局长就能这么无动于衷吗？局长被迫无可奈何，最后只得下令给任志宇，命令下属上交武器，然后让保安护送拂晓离开这里。曾经拥挤的大厅转眼间空无一人，只剩下4位事务局的人站在中央。宗一随救护车一同离去，适合和宋玉珍返回了办公室。适合仔细保管起缴获的枪械，他望着副局的办公室陷入沉思。突然像是灵光一闪，他急忙下到1楼，站在门口等待部长的到来。宋玉珍紧跟在他身后，众人随部长一起上到了层，幽灵也被关押在这里。部长和局长一同进入隔离间，其他人则在外面等待。按照局长的指示，护士小心翼翼地割开幽灵的手臂，从内部取出了一枚芯片。这个芯片是经过伽马射线扫描后发现的，神秘武器就放在旁边。关于芯片的功能，它能将幽灵的脑神经信号转换成电子信号，这就是幽灵能够瞬移的原因。关于神秘武器的构造和功能，目前还是个谜。审视过那件神秘武器后，部长决定和神秘武器、幽灵一起拍照，接着准备向总统报告情况。他向局长透露，不久总统将会亲自到访管理局，他希望局长能有确凿的研究成果，而非空谈。幽灵虽然关键，但神秘武器才是关注的重点。众人站在隔离间的玻璃外，完全听不见里面的对话，但适合能够听到，不是因为他有超长的听力，而是因为他懂得读唇语。看到局长向部长提出建议时，适合差点没忍住要反对，险些露出了自己的秘密。幸好他说话声音够小，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2人谈话结束后，部长对大家表示鼓励，要求大家继续努力，随后便离开了管理局。部长一走，局长立刻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工作。副局不幸去世，必须尽快选出新的副局来接替他的职位。宋玉珍今天到公司特别早，现在事务局临时归他管理。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局长突然叫住了宋玉珍，适合只能在门外等待，目睹士兵身上的武器。
他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出了之前收缴的2支枪和一个弹匣，然后离开了事务局。局长叫宋玉珍过去，并非什么好事，局长自己做不出决定，只好让宋玉珍替他执行任务。宋玉珍拿起一个大号注射器，毫不迟疑地扎入幽灵的脖子。注射完毕后，宋玉珍开始审问幽灵，幽灵却一句话也不说。局长命令再注射一次，宋玉珍只得听命行事。第2次注射完毕，宋玉珍问幽灵是哪一年出生的，幽灵答道2091年。这个答案惊呆了局长，那他是如何来到这个时代，又是如何穿越回历史的？幽灵没有多做解释，只说时间其实是静止的。宋玉珍追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幽灵依旧沉默不语，只是含泪望着宋玉珍。在另一边，符小深感内疚，如果不是为了保护他，副局长就不会死去。保安也感到自责，因为曾经按局长的命令降低了安保级别，以便携带武器进入，这才使得特警们装备了实弹。看来局长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很久以前就有人死在他眼前，现在又发生了相同的悲剧。他本不应该在当初同意放行。符小不确定他指的是武器，还是那个孩子。保安解释说，如果他当时坚持不放行，那个清洁工就可能带着孩子平安回家。直到今天，他的脑海里还会回想起那幕。与此同时，适合被命令护送符小回家，但他脸上的表情很不寻常。符小尝试说服他放弃计划，提醒他连副局长都被管理局害死了，适合可能也不会安全。符小能感觉到适合心里有鬼，管理局的其他人肯定也能察觉。不管符小怎么说，适合一直沉默不语。符小采取了强硬手段，他透露出他已经知道视频中的孩子就是适合本人。适合尝试否认，符小大声揭露那天死去的人是适合的父亲，这使得适合最终停下了脚步。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难道要坐视不管他们毁掉那件秘密武器吗？如果他能得到那个，他就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甚至能让所有人复活，包括他的父亲。符小根本不了解他的经历。正当适合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保安出现在他面前，向他深深一躬。这时适合接到了一条消息，视频显示幽灵出现在他母亲身边，似乎想给他注射药物。看完视频的适合立刻返回并打开了电梯，他想去13层找幽灵，但他没有权限进入13层。正当他不知所措时，保安用自己的手掌识别帮适合开启了进入13层的权限。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实验室。适合给局长打了个电话，说有要事报告，没想到局长让他等一会儿。这时符小抢过手机，谎称有关幽灵的紧急情报，说必须立即汇报。局长才同意让他们进入实验室。他们一进入，立即用枪支控制了局面。适合用枪指着局长，然后开枪破坏了门禁系统，封锁了实验室的门。门口的特警见状，立刻向任志宇报告情况。宋玉珍在实验室内，很担心符小的安全，他请求适合不要牵连符小，但他不清楚符小是自愿行动的。适合把局长带到幽灵面前，质问幽灵对他母亲做了什么。幽灵告诉他，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唯一能复活母亲的方法就是把芯片重新安装到他体内。听到这里，适合愣住了。局长抓住机会摆脱了控制，开始尝试说服适合，但适合急于救母，根本不听局长的话。他砸碎玻璃，取出那个神秘的武器和芯片，打算交给幽灵。局长在一旁不停地说着什么。宋玉珍给了他一针，局长立刻安静下来。他拿着针筒走向幽灵，阻止适合将神秘武器交给幽灵。如果幽灵再次得到武器，后果不堪设想。适合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术刀，划开自己的手臂，要求研究员帮他植入芯片。就这样，适合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回到1997年，父亲被害的那一天，在电波研究中心门口碰到了保安室长。保安将适合误认为是全博士。在他与适合交谈时，适合再次瞬移走了，来到晚上8点41分，也就是清洁工遇害前24分钟的时间点。这时，清洁工正准备出去巡视，把自己的儿子留在仓库里。适合藏进儿子所在的仓库，从门适合未避开研究所的人缝里看到幽灵用神秘武器袭击了刚才那个人，取走他的身份证后进入了机房。清洁工巡视完回来，发现地上躺着的研究所成员，急忙进入机房拨打求救电话。而这时适合已经来到了机房外面，他检查了那个人，发现那人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看到他身上的名牌全秀根，这个人正是适合的亲爹。因为适合拦住了清洁工的儿子，清洁工就在机房碰到了幽灵，发现幽灵正在上传数据，清洁工急忙试图阻拦。适合听见里面的响动，立即冲进房间，看到清洁工和幽灵正在搏斗，看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瞬间愣住了。幽灵趁机将清洁工推开，清洁工被后面的尖物刺中，就这样倒下了。适合见状，又开始瞬移，时间回到了幽灵打倒全秀根之前。为了避免父亲再遇险，适合悄悄拿走了父亲的身份证，在幽灵进机房之前给了他。看着幽灵一行行输入代码，适合提出了埋藏24年的疑问，为什么要杀害他父亲？但幽灵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适合这才恍然大悟，幽灵的目标从来不是他父亲，而是为了那张身份证。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只要清洁工带着儿子离开大楼，就能完美解决，不会再有人丧生。但幽灵的身体突然不对劲，适合立刻扶住幽灵，按照幽灵的指示继续输入建立防御网络的代码。遗憾的是，在输入最后的代码时，幽灵撑不住了，在适合的怀里消散了。适合迅速站起，努力尝试完成最后的代码，但最终都失败了。
失去防御网的世界将变成什么？适合使用神秘的武器，回到了2021年的家，但家已经变了模样。他的出现把房主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他只好闪回公司大楼。这里已经从局变成了联盟，街上的人都穿着防护服，适合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异常。为了寻找母亲，适合又一次闪回到了2005年6月5日，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得知那里没有叫金敏善的工人，看起来适合已经改变了历史，这也改变了母亲的命运。母亲没有在工厂工作的事实，意味着她不会遇到之前的不幸。她满心欢喜地打算回到2021年。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异常，太阳风暴如期爆发。尽管母亲不在工厂，但还有很多工人在。适合急忙回到工厂，将大家带进餐厅避难。通过收音机了解太阳风暴的破坏，适合心中充满了自责。尽管内心自责，他还是决定返回2021年。他去市政大厅查自己的身份信息，没想到一查结果大吃一惊，连自己的姓氏都变了，从金适合变成了全适合，记下了新的住址。他来到了新家，这新家竟是一座豪宅，在这里见到了健康的母亲，还有变老了的父亲。眼前的一切让他难以置信，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吗？父母健在，没有幽灵的困扰，也没有管理局的存在，但这幸福的生活能持续吗？因为改变了过去，导致全球遭遇太阳风暴，而全家恰好有消除辐射的技术。从此他们家达到了人生的高峰，享受着豪车豪宅和上流社会的生活，这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后来他跟着父亲去了公司，看着员工们因风暴而毁容，适合感到极度震惊和自责。但人都有自己的私心，每个人都有想要保护的人，所以他不敢面对2005年太阳风暴后的世界，不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这时天空布满了灰尘，就如同适合的心情。那天适合游泳回来，在更衣室遇到了金马路，因为历史的改变，曾是凶手的金马路如今却成了一名服务生，这让适合想起了拂晓。他上网搜索，却找不到关于拂晓的信息。他去了拂晓经常光顾的图书馆，终于在那里见到了拂晓。但拂晓因为太阳风暴，脸部严重受损，甚至变成了聋哑。看着拂晓的现状，适合心里波涛汹涌。他鼓起勇气，开始查看2005年之后的历史，烧焦的尸体、可怕的烧伤，以及那些无法治愈的后遗症。这一切让适合难以平静。现在的生活真的是他所期望的吗？为了家人的幸福，牺牲了全世界，这真的值得吗？他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定与父母道别，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必须放手，他不能让全世界为他付出代价。说了一声对不起，适合启动了那个神秘的装置，返回了1997年。这次他直接拿了父亲的衣物，独自前往机房，决心自己来构建那个防御系统。但事情并不如意，全福也在机房，看到适合在搭建系统，全福把他当成了闯入者，猛地推开了适合。不管适合怎么解释，全福就是不愿相信。适合突然宣称自己是全福的亲生子，全福听后更加生气，不仅擅闯机房，还假冒他的儿子，这完全是在挑衅。两人很快就打了起来。这时一名清洁工闯进了机房，适合原本想再次穿越，但被全福阻止了。适合无奈只能推开父亲，没料到这一推之力，不幸让父亲去世。这一幕正巧被清洁工目睹，回神后的适合赶紧追了上去，紧抓清洁工追问，为何偏偏是他活下来？为何总是陷入不幸之中？这时候清洁工的孩子跑了出来，紧抓着适合的手。适合挣脱时不小心伤害了孩子的眼睛，面对哭泣的孩子，适合感到心如刀绞。既然救不了父亲，那就去救母亲。他穿越回2021年，赶到母亲被注射前的一刻，夺回了那瓶药物。定睛一看，原来是维生素。幽灵看状况不对，立刻撤离，来到金马路逃跑的那一天。适合追问幽灵如何才能改变结局，想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答案是，那是唯一的选择。幽灵告诫适合不要再干涉，但适合并未放弃。难道清洁工的死是幽灵生存的条件吗？他明白父亲并非故意，幽灵只是为了获取研究所的证件，才意外导致父亲的死亡。他认为幽灵不会为了任务牺牲自己，幽灵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自保。但幽灵反驳是适合引起了一切混乱。说完这番话就消失了。这时逃犯金马路出现了。当适合看到金马路受伤的眼睛，他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来金马路是清洁工的儿子。适合再次回到1997年5月18日，这一次幽灵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将尸体拖进了机房。清洁工像往常一样带着孩子走了。适合注视着清洁工的背影，感到一丝不对劲，感到历史正在悄然改变。他步入机房，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父亲。幽灵正在构建防御网。突然幽灵的身体出现异变，面对即将消失的幽灵，适合心中有了决策。他瞬移到公司门前，拦下正要离开的清洁工与儿子。清洁工被吓得不轻，将孩子保护在自己身后，捡起地上的灭火器防卫。此时幽灵现身，孩子提醒他的父亲，清洁工用灭火器击倒了幽灵，带着孩子想要逃跑。幽灵开始消散。适合看到这一情况，再次阻挡他们的去路。正当他要采取行动时，幽灵突然从背后将清洁工杀害。紧接着适合进入了机房，同时保安发现了死去的清洁工，抱着父亲失声痛哭，吓得四处查看，目击了站在窗户旁的适合。他误认为适合是凶手，便急忙跑向机房。一踏入门就被幽灵控制了。幽灵准备对保安下手，却被适合拦截。他
他知道保安会保守秘密，他请求幽灵放过保安，并请保安去通知全父的家人。既然救不了父亲，他决定尝试救回母亲。适合抵达了2000年，因为父亲的突然去世，母亲整日饮酒。后来母亲得了抑郁症，适合想要拯救濒临绝望的母亲，他意外遇到了幼年的自己，催促自己赶紧回家。回家后立刻去洗手间，因为他知道母亲曾试图在那自杀，希望通过自己的出现来挽救母亲。他拥抱了幼时的自己，适合回到了自己的家，给母亲留下了一封信，信中鼓励母亲积极治疗抑郁。时间跳转到2021年，适合回到了偷取神秘武器之前，在拂晓和宋玉珍惊愕的目光中，他用手术刀划开自己的手臂，取出了植入的芯片。拂晓看到后，意识到适合曾回到过去，确实适合亲眼所见。这个世界没有了网格，他深知网格对人类的重大意义，于是他决定将芯片重新植入幽灵的手臂。正在这时，宋玉珍收到了宗仪的电话，宗仪催促他快点出去，任志宇已经在门口等候。宗仪还没说完，任志宇就抢过了他的手机，宋玉珍别无选择，只得走向门边。一个躲在角落的实验员发现了拂晓的工牌，正想向他报告幽灵基因分析的结果，突然门外的任志宇引爆了炸弹，宋玉珍被炸得无影无踪。适合上前把拂晓拉回安全处，就在他们即将被火焰吞没时，时间突然停止了。原来幽灵启用了那件神秘武器，将拂晓和自己送回了1天前。拂晓担心宋玉珍的安危，于是给宋玉珍打电话，得知她还活着，他这才安心下来。他回到之前捉拿金马路的地点，却意外发现了大妹的尸体。显然金马路为了逃跑杀害了他。正当此时，适合突然出现在管理局，幸好四周无人，否则他会被误认为幽灵。他走进办公室，看到副局长安然无恙，随后便转身离开。副局长询问宋玉珍发生了什么事，宋玉珍也是一头雾水。他猜想适合可能与人发生了冲突，宗仪想要追上适合，但没有追到。适合在电梯口碰到了保安，保安突然回忆起1997年的情景，那时他似乎见过适合。他正出神间，电梯门已经关闭，适合走向地下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他在车内发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全适合的名字。既然他的姓氏未变，这意味着他的母亲没有变成植物人。想到这，适合立刻驾车回家。果不其然，他的母亲健康地出现在他的视线中，适合感到无比的满足。经历了那么多劳碌，终于看到了成果。母亲看到受伤的适合，猜疑这是管理局的阴谋。他对管理局充满了不满。全府去世后，他被带到了管理局接受调查，那里的人不停地追问全府与一名清洁工有何联系，他根本就没见过那个清洁工，如何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不久之后，他得知那名清洁工已经去世，他甚至参加了他的葬礼，但被管理局的人驱逐出场。副局长也在场。管理局的人认为全父谋杀了清洁工，因为他们是同一天去世，这让他产生了错觉，以为丈夫杀人后自杀。从那天起，管理局就开始监视他，尽管没有对他进行过激行为，毕竟全父是网格的创建者。谈到这里，全母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告诉适合不要相信副局长。适合上网查询了父亲的信息，一切正如母亲所说，全父确实是网格的创立者，还是管理局特别聘请的人才。与此同时，副局长带领宋和宗仪来到了车站的地下室，拂晓收集了一些垃圾，趁他们未到之前秘密收藏了起来，然后向副局长报告了情况。金马路一直被关在这里，大婶可能发现了他，所以在逃跑时杀害了大婶。地上散落的是剩饭残羹，显然外卖是不会送到这儿的，这些应该是幽灵留下的。处理完现场后，众人一同离开。即便拂晓及时上报了情况，但副局长似乎并不打算取消他的调职。拂晓对此并不在意，他只希望副局长能快点抓到幽灵。而此刻，幽灵就在他的身旁，但他却浑然未觉。当他们离开之后，幽灵走进了地下室，目光落在大婶遗留的鞋子上，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抽出了回到过去的工具，然而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对大婶的死感到愧疚。可他别无选择。在另一头，这个女人来自2091年，她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她穿越时空来保护地球，免受太阳风暴的破坏。她从2091年回到1997年，建立了一个保护地球的防护系统，但不得不牺牲一名清洁工的生命。为了活下去，她必须让清洁工死。那个夜晚，拂晓拜访了适合家，适合向拂晓透露了时空穿梭的秘密。他们开始了深入的讨论，如果清洁工没死，幽灵也就不存在了。幽灵是为了建立防护网才狠心杀了清洁工，但太阳风暴已经不是威胁，为什么还有人丧生？幽灵意识到，一旦拂晓回到过去，拂晓肯定会去地铁站，因此他提前放出了金马路，所以大婶才会遭到金马路的杀害。幽灵一直跟随着金马路，每次金马路出事，幽灵就消失。他们推测，幽灵与金马路之间可能有血缘联系。正当两人陷入沉思，适合的母亲送来了茶水，望着全母的背影，拂晓不由得感慨，他并不希望大婶死去，但一个人的牺牲换来了3个人的生存，副局、宋玉珍和全母。但适合坚持只有2个，因为幽灵给他母亲注射的是维生素，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幽灵故意让自己中弹，并且他知道网格故障是一场骗局，否则他不会伤害全母。他这么做的目的何在？自1997年起，幽灵就一直伴随着金马路，很容易看出他似乎在保护金马路，但真的是保护吗？
如果真是，他就不会在金马路面前杀死他的养父。现在问题多多，首先要搞清楚幽灵与金马路之间的真实关系。满怀疑问，拂晓前往曾经收养金马路的孤儿院调查，不巧被赶到的副局目击了。拂晓并没注意到副局的存在，他将金马路和幽灵的样本送去检测。与此同时，副局向孤儿院院长打探消息。院长回忆起他首次见到金马路，金马路似乎是被抛弃的，而非走失。他这么认为是因为有缺陷的孩子经常被抛弃。金马路刚来孤儿院时不说话，院长以为他天生无法言语，因此确定他是被遗弃的。金马路沉默不语，院长只得给他取了新名字，并重新办理了出生登记。于是金马路的原名李世元就此消失。直到有一天，金马路突然说话了，院长这才明白，金马路是因为心理创伤得了失语症，那创伤很可能是养父的死。关于金马路在孤儿院的事，副局并不在意，他只关心拂晓问了些什么。拂晓是为调查幽灵和金马路的关系而来，自然询问了关于幽灵的问题。然而院长对幽灵一无所知，直到副局出示照片，院长才想起拂晓之前也向他展示过同一张照片，宗一也曾看过这张照片。副局感到非常困惑，拂晓只是一名刑警，却似乎比管理局还要了解内情。回到管理局，副局试探宋玉珍，从他的反应来看，并非他向拂晓泄露了信息，既非宋玉珍，那么只可能是适合。回忆起适合昨天的举止，副局的怀疑加深了。他回顾了昨天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适合一边打电话一边突然倒在地上。副局接着查看了1997年那夜的监控，出乎意料，发现全博士的着装竟然与适合昨天所穿相同。副局这才恍然大悟，那晚出现的人不是全博士，而是适合本人。他询问保安适合昨天身上有什么会触发安全报警系统，保安坦白是本杂志引起的。回想适合曾阻止幽灵伤害自己，保安赶紧发信息给适合，但适合正在陪伴母亲，并未看到保安发来的信息。了解真相的副局找到了适合，他不断的试探着，但适合怎么也不承认曾穿越时空。这时副局手机响起，原来是宋玉珍通过监控找到了金马路，并下令将其抓捕。副局挂断电话，继续试探着适合，他邀请适合一同前往管理局，并告诉他金马路被捕的消息。看着适合震惊的反应，副局提出疑问，难道他因为见过小时候的金马路而对他产生了感情？听到这，适合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曾在去1997年的路上问过幽灵一个问题，自己还剩多少时间思索这些。适合决定跟副局回管理局，不过他要先换套衣服。副局真是能干，趁着适合换衣服，他尝试给适合打电话，却发现他在通话中，然后打给拂晓，同样是通话状态。他这才确信是适合把一切都告诉了拂晓。适合确实联系过拂晓，他告诉拂晓金马路被抓的消息，还想继续说些什么，但是拂晓突然打断了他。因为拂晓收到了一个重要电话，适合感到很失落，他似乎预感到这次可能会一去不返。在另一方面，拂晓接的电话是医生打来的， DNA 测试结果已经出炉，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幽灵和拂晓居然有相同的线粒体 DNA， 这意味着拂晓和幽灵有着母系血缘关系。金马路和幽灵也存在联系，但他们之间只有 13% 的基因匹配，这表明金马路和幽灵可能是远亲，因此拂晓和金马路都与幽灵有血缘关系。拂晓听后简直不敢相信。同时，副局长带领适合进入管理局大厅，金马路也在场。看到金马路，副局长直呼其本名李世元。金马路没有任何反应，副局长继续言语刺激他，甚至将适合推向前。这时，金马路终于想起了儿时的记忆，他向适合扑去。他终于记起来了，是适合杀了他的父亲。大家本想上前制止，却被副局长挡下。副局长原来有自己的计划，一举多得，确认了金马路就是那位清洁工之子，证实了适合曾回到1997年，同时试图引出幽灵，可惜幽灵并没有出现。最终副局长只得下令将他们分开，适合被带往实验室，局长正准备审问，适合却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就是1997年监控里的那个人，是他用幽灵的设备回到了过去，但设备的具体功能他并不了解，而且他已经将设备还给了幽灵。听到这些，局长五脏六腑都疼了起来，好不容易得到的设备，适合这个笨蛋竟然又还回去了。这时候金马路被带进了一个秘密房间，一位特警悄悄地给他身上安装了监控器。他们明白看得太紧会让幽灵察觉，幽灵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因此他们故意给了金马路逃跑的机会，目的是让金马路引他们找到幽灵。拂晓也到了管理局，他想向金马路提问几个问题，但是却被阻止在门外。宋玉珍恰巧来到现场，他带走了正与特警对峙的拂晓。他不理解拂晓为什么一定要见金马路，拂晓也不想解释，见不到人，拂晓只好放弃。就在他驾车准备离开的时候，金马路从后门逃了出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士骑摩托出现了，挡住了拂晓的后视镜，因此拂晓没能看到金马路。金马路逃跑之后，那位神秘女士骑着摩托飞速离开。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管理局的计谋，目的是要利用金马路引出幽灵。副局还监测了周围的磁场，幽灵常常穿梭其中，磁场肯定不同于常人，所以只要跟踪金马路，
查找他周边磁场异常的人，就有可能捉到幽灵。监控了很久，终于觅得幽灵的踪影。外勤人员马上出动。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故意撞倒了金马路，并转移了他身上的监视器，使得管理局失去了金马路的踪迹。副局长猜测这个信号干扰可能是幽灵故意为之，目的是帮金马路逃脱，因此他下了命令，必须要找回金马路，将他带回管理局。他们不能两手空空而归。与此同时，躲过追捕的金马路遇到了适合，他脑中全是适合杀父的情景。他决心替父报仇，趁适合不备，拿起武器就向适合下手。适合临终前想起了幽灵的话：太阳只要存在，太阳风暴就永远是个威胁。适合的年代不是唯一的，幽灵的时代也同样如此。因此，他回到了97年，建立防护网。适合不理解，不知道还需要多少牺牲才能成功。幽灵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注视着适合。适合终于明白了，下一个牺牲者将是他自己，但他不想这样无谓的死去。如果他死了，他的母亲怎么办？连幽灵也不清楚。他尝试了多次穿越，寻找其他办法，但一直未找到。这意味着这条路是唯一的选择，天意难违。适合无法挣扎，但他想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幽灵没有给他答案。回想这一切，适合流下了眼泪。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母亲，他也想继续活下去，但他做不到。在另一方面，幽灵对适合的离去感到惋惜。周遭的时间突然静止了，明明他没有启动时间装置，时间怎么可能停止？这表明除了他之外，还有来自未来的人到达了这里。在他弄清楚之前，时间重回金马路逃跑的那一刻，这次幽灵没能及时阻止拂晓。拂晓通过后视镜看到了逃跑的金马路，他立即追了上去，途中碰到了适合。适合为了保护拂晓的安全，取下了自己身上的监控器，并且劝拂晓不再追寻金马路，但拂晓没有听从。无奈之下，适合只好透露金马路的去向。他们俩随后便一起赶往那里，但没能找到金马路，两人只好在路边聊天。没想到金马路就在他们身后。这一次，金马路将目标锁定在了拂晓身上。正当他准备动手时，幽灵现身，静止了时间，试图阻止金马路。结果神秘男子出现，直接将幽灵带走。神秘男子手里也拿着一件神秘的武器。两个能够瞬间消失的人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没有人阻止适合和拂晓。不幸的是，命案还是发生了。为了保护拂晓，适合被金马路杀害，拂晓反击，结束了金马路的生命。幽灵结束战斗回到现场时，只见适合已经倒下。这时，副局长发现了幽灵的踪迹，原来他就在他们附近。在他们出手之前，幽灵就暂停了时间。当时间恢复流动，幽灵和神秘男子已经不见了。副局长通过监控得知，之前竟然有2个幽灵，但现在一切都太晚了，管理局一个幽灵也未能捕捉。不久，适合的葬礼如期举行。在沉默的仪式上，副局长的电话突然响了，他不在意周围异样的目光，走出去接了电话。电话里提到了幽灵，对副局长来说，捉到幽灵才是最关键的。综艺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留下车钥匙就离开了。副局长只能自己开车了。自那次事件之后，幽灵和那个神秘男子仿佛人间蒸发。时间已经过去了1整年，拂晓现在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女儿的父亲是谁却不得而知。这一天，宋玉珍找到了拂晓，她突然要带她和孩子离开，好像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他们刚离开不久，城市中开始发生爆炸，连管理局都未能幸免，保护地球的网格也开始消失。这时，那个神秘男子和他背后的人露面了，幽灵被他们抓走了，生死未卜。在另一头，宋玉珍带着拂晓到了郊外的一个仓库，然后发生了奇迹，本已死去的适合竟然出现了，还有那个被囚禁的幽灵，幽灵正抱着孩子，大家一同步入了仓库，迷惘追凶就此落幕。